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今天教大家一学就会的针线打结的方法，朋友们可以收藏一下哦。方法简单实用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打结的方法。我们用针线压住尾部，再用我们的线在针上面绕2到3圈，接着用左手的大拇指按压住绕过的针和线，再用右手指大拇指轻轻地推拉出来线，这样一个线结就打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下这个针线的收尾打结的方法。再来试一试，放到布上面试，将针放到最后面的出线的旁边，同样用在针线上面绕2到3圈，缠绕过后的线和针，再用右手大拇指轻轻地推拉，这样一个收尾结就打好了。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好的吧。这是第一种方法，打结很硬实，也不会松散开。第二个打结的方法就是单圈打结法，先倒一根针线进去，再从最后的一针针眼缝出来，不需要拉紧，再把这个针从这个圆圈的地方穿进去，再接着把线收紧。想要牢固一些的话，可以重复一遍，再打一个这样的结，这样就打好结了。这个方法特别的实用的，无论我们打结多久，而且都不会松散开，也很漂亮，没有任何的印记。缝缝补补是每个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环节。我们遇到了需要缝补的时候，不能因为衣物上的一点线头就要花钱请人修理吧。这不仅浪费金钱，也有可能破坏衣物的原有风格。所以很多家庭仍然保持着使用针线进行缝补的修复的好习惯。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特别是老年人，还有是花眼的朋友们，穿线头成为了烦恼的问题。因为视力下降，或者是眼睛疲劳，很难把细小的线头准确的穿到我们的针孔当中。每当这样的情况，都会感觉到无比的烦恼。也有些人因为穿线比较困难而放弃了缝纫。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轻松的完成缝补的工作，今天再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穿线小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我们找出一个扫把根，这个扫把根就是家里面平时扫地的扫把根。扫把根这比较坚硬，像是尼龙的比较细嫩，而且很硬实。这是一根完整的，中间也不会分叉。这种尼龙丝也是比较细，可以轻松的穿过我们的针孔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穿我们的针孔。你可以看到折叠过后的尼龙丝在穿过针孔的时候，它能够收缩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把线头从尼龙的这个地方穿过来，而这个孔洞会比较针孔大，穿的时候比较松，也很省时。用我们这个笔的方法来去节约我们的时间，直接就能够穿过我们的线头，穿过之后就能够直接拽出来。用笔加上了我们的尼龙绳，穿针的方法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因为家里面尼龙绳到处都是，家里面笔呢也到处都是，两者混合到一起，做成了穿针引线的好工具，还是不错的。第二个方法，牙刷穿线法。牙刷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物品，每天刷牙都有用到。有的朋友们觉得穿针引线麻烦，可以拿一把牙刷过来。解决穿针的方法比较简单，我们把牙刷放到桌子上面，刷毛的位置要朝上面放置，再用针眼蹲准刷毛上面的线往下继续拉，
这样就能够轻松的把线头穿入针孔。因为牙刷的刷毛是比较柔软的，而且又细嫩，所以能够轻松的把线头穿入我们的针眼。通过这种方法，能够快速的、轻松的完成穿针的方法，而且可以使废物的牙刷得到更好的充分利用。第三个方法，线头穿针法。每次用完的线上面都会有一小段线头，这个时候可以利用上这一小段线头，把新线穿过针孔中。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先把剩下的线头平铺在桌面上，再把新线搭在其中的一边线头，接着将这根线头拉起来，新线固定好，在左手拿着原先的2根线头，右手可以抓住针交替的上面的新线，接着再把左手用力的使劲一拉，这样穿针线就能够把针眼带出来，针线一眼就能够穿过去。方法很简单。4. 透明胶带法。我们的家家户户都有胶带吧？用胶带来穿针线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只需要剪下一小段胶带，再把我们的针线放到胶带上面对折，多折几下，按压出来一个形状，用胶布包裹着我们的线头，接着我们用剪刀剪条一条线头下来，像这样胶布前面剪出一个尖角，特别的尖，这样我们方便使用。透明的胶带头它是比较硬的，能够轻松的穿过我们的针眼，针眼穿过去之后，再把线头使劲的一拽，就可以拽好了。这个方法穿胶带也是比较好的，特别的方便。有时候不仅是家里的老年人穿针引线不够方便，甚至有些年轻人不习惯穿针引线的，那么学会了这几个方法，就能够利用这几个方法可以穿针引线的。第5个方法，我们找来1枚硬币，用透明的胶带，我们固定一个头发丝或者是我们的扫帚上的一根绳子，像这样折好之后，再用一个胶布固定好我们的尼龙丝。接下来就先用我们的这个扫把丝、尼龙丝穿过我们的针眼，再把我们的绳子穿到我们的尼龙丝里面，像这样来回的一拉，同时针线就能够带出来，就可以穿好了。穿好之后的线头你看一下，这个方法是不是比较方便又简单呢？特别的给力的方法。第6种方法，徒手穿针法，就是把我们的线搭在我们的手上面，利用针线的来回的摩擦，就可以让我们的针线形成了一个比较尖的一个锐角，然后再来穿针孔也比较方便，穿进去之后就能够穿过来，放到手心上面，像我这样来回的揉搓，来回的揉搓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针线就露出头了，再用手轻轻的一拽拉就可以啦。这个徒手穿针上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也很实用。我们稍微的打理一下，再拉扯拉扯，就能够拉扯出来啦。这几个穿针线的方法都是比较方便简单的，哪一种方法都比较适合很多人群，老人也比较适合的，年轻人也比较适合的。平日里面你都是如何穿针引线的呢？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和我不一样的，欢迎朋友们下方留言评论，一起讨论哟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